新旧更迭，本来就是这世间的规矩。哎，年轻人，你们今夜来此，是要闯这万卷楼？是。哼，可这万卷楼没有金银财宝，也没有武功秘籍，只是藏着那天下的隐秘之事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既然藏着天下隐秘，自然也包括暗河的隐秘。你们想毁掉万卷楼？是又如何？不仅要毁掉万卷楼，也要斩断影宗和暗河之间所有的牵扯和关系。看来，开国时期，先祖想用影子来守卫天下的愿望，终究是破灭了。早就破灭了。暗河和影宗早已不是守卫天下的影子，而是站在阳光下的那些人，争权夺利的棋子。可斩断联系，就凭2个无名者吗？凭我足矣。18禁阵，那便让我来会一会。荣幸至极。哲叔，影宗的人全部退走了。应该是发现他们的老家挨我们端了。既然真子的话，这场戏就没得必要演了。王爷这个列国剑法着实厉害啊！苏辙先生的天魔16舞更是凶险，我也很多年没有这么痛快地打上一架了。那这场戏就演了这个嘛。但这场争夺的最终结果，还是要看天启城里面那2个兄弟了。嘿嘿，哎，王爷，要不要抽一口啊？苏先生客气了。嘿嘿，那就吃颗话梅嘛。哟，没得了，刚才的一剑全部打折半去了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哎，先生是个有趣的人。画眉配烟，4脚朝天。哎，大师妄言，明明是法力无边呐！阿弥陀佛。算你挡住这最为锋锐的傀儡刀丝，挡住这世间唯一无刃的兵器，挡住被瞬间切成8块的命运，又如何？你现在用研魔掌，还有一丝生机。对付你这么个阴阳怪气、不敢正面交手的家伙，不需要研魔掌。当年的穆家，因为有你我2人，
本来是穆家这一代崛起最好的机会，可就是因为你不听师尊所言，我行我素，导致今日的穆家仍旧是3家之中最势单力薄的一家。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别人打我，我就打回去；别人要杀我，我就先一步把他们都杀了。别人要压得我抬不起头来，我偏偏要自己站起来。一变天机舞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竟然真的没有用研魔掌的武功，就破了天鹰九转旗。我败了。是吗？你败了。我今日才终于明白师父那番问话的意思。子哲，你为何而活呀？为穆家之荣耀而活。我穆子哲要兴盛穆家，让穆家成为3家之首。好。那慈灵，你呢？又走神了啊！慈灵，那你为何而活呀？那当然是为自己而活了。穆家是由一个个穆家子弟组成的，每一个穆家子弟若是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，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存在，那么自然穆家兴盛，自然穆家能够统领3家。若我能成为暗河最强，那么穆家自然便是暗河最强。风危险，坠落命运的碎屑；雨危险，沾湿年少的心结。俯仰间接了满怀冰雪，几句里慕容一生追月，心底的积雪覆盖着你未忘却。简直是无药可救，写过难挨的寒夜，无药可救，竹难眠，鸟少天涯和人间。这世界有难舍当年师父问的那番话，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既然没有意义，那都过去几十年了，为何穆子哲临死之前说起那番话时，你立刻就能知道是哪番话？因为那个曹老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意义，暗河没有意义。
穆家没有意义，杀人也没有意义，只有我穆子陵的存在有我自己的意义。看不出来呀，还是个哲思大家。你这个白痴！抓住他们！看来他们比我们想的来得更快。那我们就帮助宇哥，把他们留在这里。走。我们要不进去吧？还是等待昌河信号吧。他说，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才会传令我们进去。他们就是笨，何必进去刀刀见血呢？你的牵出阵，再配合上我研制的奇毒，对付这帮营宗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小神医这是着急了。难道你不着急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他们兄弟二人联手，就从来没有输过。你的剑里藏着一股剑意，我曾见过，是春雨剑意。小子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暗河的苏沐雨，亦是无间城的孤魂野鬼。无间城城主卓雨洛，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父亲。这么看来，的确有几分相像。这无间城的城主竟然还有后人，而这后人竟然还成了暗河的无名者，着实有趣啊！我明白你为何一定要去我这身后的万卷楼了。这身后的万卷楼中，藏着你的身世，也藏着当年无间城被屠城的秘密。是，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只有我们三人联手了。你们真不要脸啊！居然想3打1，那就由我来会会你们。昌河，你先退下。你已经很累了，只要我还站着，你便无需动手。虽然同为3家之姓，但他们在天启城中养尊处优，一代又一代过去了，他们早已不再是黑暗中的影子，而是光芒之下的世家贵族。杀人这件事，离他们已经太远了。之年，我竟能再次见到真正的18剑阵。方才只见17剑，未见这第18剑。第18剑，不论胜负，只论生死。那就和你论一论生死。
3人合力，亦必葬身于此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做一个杀手，暗河的子弟们也不想了。说的不错，但我觉得18剑出，不应再留活口。我与昌河虽是无名者，但我们有同伴和你们一样，姓着一样的苏，一样的谢，一样的穆。暗河向来是一个不讲感情的组织，但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拥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的日子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。影宗统帅暗河3家，同时在天启城也供奉我们3家。别的我不敢向你们保证，但这一点一定可以。从今以后，不再有影宗。你们从这里退去，不会有任何人找你们麻烦。哼！有些事物终究是要改变的。我们终将踏到暗河的彼岸，彼岸之处，不应只是长夜，还应有光明。好，老夫很欣赏你。府上，够了。义卜并不是值得追随的首领，这一点我们3人早就知道。而且天启城中，如今是琅琊王所率领的天启4守护占据主导之位，影宗早就已经失势了。与其跟着他死，不如另谋出路。那么苏公子，我们就此告辞，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愿望，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暗河已经是新的暗河，只是世人心中的暗河还未曾改变。宇哥这是得手了，小声音。此处应该没有别的变故了，你先去客栈跟他们会合。那你呢？此件事了，我该去处理我的私事了，就不回去了。好，穆大美人，你注意安全。告辞。何必如此？方才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便不会这么狼狈了。方才若你动手，那便真是至死不休了。很久没有见你出第18剑了，按理说你这18剑阵全出，可就只死无生了。你竟然还放过那些老头子一命！要我说杀了就杀了，反正一切都要推倒重来。有些东西可以推倒重新来过，有些东西不可以。比如这万卷楼，便要彻底毁去。昌河，留给你的对手快到了。对于他，我可以不论生死了吗？一切由你。特卫，哎，等等，松宇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才是大家长，我就是个打杂的呢？都是我自找苦吃啊！
认真说来，我们已经间接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相见吧。影宗宗主，易卜先生，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长河。正是，暗河打杂人苏长河，奉苏家家主苏沐雨之命，在此留下你的姓名。即便知道对方所有的情报又如何？他还是天下第一，你们还是对付不了他。你方才放下的那一个卷轴，值100两黄金。你还没走？爷爷让我留下来，他说你或许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要你的帮助。你想看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寻到。白小堂。剑心中，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，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。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看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怎么？落了些东西，
在这儿等我。苏沐雨受了重伤，三爷，找机会在苏沐雨背后射出一箭，改变今晚这场战斗的结局。你去寻了什么东西？这就不便与你说了。把这栋楼都烧了吧。烧了？整栋楼？对。方才露出的破绽是故意的。不愧是影宗宗主，还是有几分实力的。我差点就输给你了。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我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什么而活？起来！你这个懦夫，将来要怎么样重振影宗？我要重振影宗。我不是什么影宗复兴的希望，我只是个小孩，我要出去玩。少宗主，老宗主已死，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从那天起，我成为影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主。我这一辈子算是无比失败的吧？影宗不仅没有振兴，还在我的手中彻底消失了。我还失去了我的徒弟和我心爱的女儿。
我听说临死之前，之前的回忆会像跑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。我看你发了许久的呆，也是在回想自己的一生。别想了，看着我。来呀，你动手啊！啊！告诉我，天启城中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都有谁？怎么？你是想把他们都杀掉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你觉得我杀不了你，可我不还是把你们都杀了？放心吧，如果让人知道，在江湖上恶名昭著的杀手组织背后竟是朝廷所控，那会引起天下的恐慌吧？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，也不过是寥寥几人。寥寥几人便是友人。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怎么样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。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着最后一点的良知，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便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！苏梦雨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影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影宗不再成为影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所以，义卜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在诅咒我们，也是他现今的写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内阁放着这些，我没有看。你不是一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。以前的事儿，管他做什么。以后暗河，你我只有明天。
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成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100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做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
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安然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你挣扎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自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花木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情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木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
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隔靴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而入。我为尔。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阵之口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
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救我的姐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